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仙侠剧出新品，逍遥主打创新，谭松韵双线出演。听说最近仙侠剧又要出新品种了，逍遥名字四平八稳，有种玉皇大帝喝10几瓶二锅头后醉眼惺忪的感觉。主演阵容里，谭松韵占头牌，侯明昊后面跟着，赵丽颖友情客串，还带了点你们的童年女神来探班的既视感。导演徐纪周继续用他的独家配方，把奇幻和仙气搅出泡沫，比我拿洗面奶洗脸时还认真。这几年古装剧市场活得跟打不死的小强似的，大家都在架空上加架空，剧情义务刷一遍，谁人无欲，欲理全现。仙侠世界里，人人都为凭泉水和一把破剑操碎了心死心装的不是飘飘渺渺的理想，是流量，是话题，是各路粉丝和路人都能痛快呐喊的饭圈新据点。综艺荒了还能跑来蹲拍新剧，横批万事皆可流量，仙侠也不例外。但逍遥显然来势汹汹，说自己不是在炒冷饭，也不是在大学宿舍争剩菜，讲究一个创新，原创剧本，完全没照搬哪本紫霞仙子或哪条吸血鬼的小作文，狗血模式都换了一套颜色，据说服化道还做到了仙气扑面。这要搁以前，服化道就靠天女散花和白衣飘飘，如今美术组都快能和故宫联合办公了。看预告片把我眼珠子都晃掉了一半，梦回年少时对仙侠世界的乌托邦幻想，后来证明仙侠世界跟我房租一样，是交了钱也只能租不能买的。谭松韵这次双线演出，既当逍遥又当公主，表面上像职业女主，背后其实是偶像剧界的全能打工人，一个人拼命刷存在感，自己和自己谈恋爱的思路快赶上网友对着镜头自拍表白自己了。谭松韵以往演清爽少女、灵动小可爱那一套已经行走江湖多年，随手拈来。现在呢，一脚踏进仙侠的门槛，立志在炼丹炉里自焚新技能，开辟新战场。至于能不能逍遥，那得看后期还是不是把仙气修成了喜感。女主在剧里大概就是躺赢路上的好活宝。逍遥这角色设定的像996宫位上的打工妹，危机感爆棚，随机自救，遇事不慌，能把妖王逗笑，还能自己被逗得五迷三道。她的人设跳脱，对上万妖之王红叶堪称活泼与高冷的世纪对撞。谭幕两边已经开始预定官配大旗和 CP 粉战神的亚文化冲突，可惜我这种资深观众早被这些套路荼毒过，不知该先为人妖情未了流泪，还是为仙侠世界全员营销号抽奖捧场。侯明昊这组线，万妖之王没什么妖气，反而像邻家哥哥带你打王者荣耀，哪有帅气妖王不爱破坏规矩？演技被说好10000遍，网友依旧盯着他是否能演出那种你是人类，我是妖怪，但我们能否一起买房的破碎感。回想从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一路走来，侯明昊这哥们像是在演一部中国偶像剧的升级打怪通关。现在演妖王，除了法力，家底恐怕也是数码修仙，全靠特效撑场面。这画风转变之快，连精神股东都要猝不及防。说到最热的，那就得看赵丽颖怎么友情客串。友情客串这词看着像朋友圈评论里的么么哒，实际上背后已是一大堆宣传计划和解读稿件在排队。赵丽颖的流量和话题度根本就是剧组的免死金牌。剧还没播，营销号已经开始研究赵丽颖客串的眼神，这眼神一出，观众可以说是该笑不笑，该哭不哭，只剩下该蹲守播的冲动。赵丽颖这个现象级演员带来的是一种流量救市，只要她一露面，无论是喝水还是收腰，弹幕都会刷到天荒地老。至于其他配角，
制作团队基本摆出了全员皆妙人的阵仗。仙侠剧拍成了《西游记》选拔赛，每个小妖怪都想争个镜头，顺便给自己开个账号，接通广告联盟。新人的脸一茬茬更新，旧演员的眉头早已练得比800道山路还复杂。每一次群像场景，都是群众演员的脱发困境与主角光环的万丈光芒同步开演。主创们一边苦恼如何不撞脸，一边盘算怎样借流量起飞。拍仙侠剧跟开火锅店没多大区别，菜要新鲜，配料的上档次，最后还是得有个流量担当来坐镇收钱。所谓剧情，当然也得蹭点仙气。几百年的人妖大战，仙侠设定永远都在洗牌。玉里神拳画得很大，所有人都在找他，情节推进全靠泉水带路。人族、妖族都像玩拼图，喜欢互换身份，斗智斗勇。到头来，还是谁拿的泉水，谁是主角那套。观众追了10集，发现所有人都没喝着泉水，却把自己一腔青春喝没了。制作层面，视觉特效这次据说要逼我打工赚钱购买高清电视。不光衣服要鲜，场景要美，连一只妖兽都要修到完美无瑕。服化道组已经开启内卷模式，争取在桃花源和网红滤镜之间做出那种楚留香自带墨皮的既视感。说不定哪天逍遥播完，网红们集体去参加仙侠培训班，立志修炼一身烟雾缭绕的技能，在朋友圈里仙到朋友都认不出。说逍遥能带来突破，肯定不能少了编剧群体，他们这次发誓不动刀不动枪，要靠一枪创一把旧瓶装出新酒。选原创剧本意味着没有原著粉稿事情，弹幕也没法直接拿小说情节对标抨击。编剧终于可以不用偷偷在评论区120字自证清白，而是靠剧情发糖发刀，正大光明让观众边吐槽边上头。所谓镜照人心，其实照出来的多半还是一脸疲惫和一身流量标签。再说发行合片方各种排队官方宣传语，预计2025年登陆央视与爱奇艺这样的口号，已经成了剧界年度必备段子。央视播出能不能拯救古装剧的魂，爱奇艺能否救活会员订购，那是灵与肉的交易市场。剧组在流量和艺术间左冲右撞，最后还是要靠群魔乱舞、爆款营销和主编存稿夹缝中生存。影视寒冬水也别假装不冷，每次出新剧都像一场提前预定的春晚，保障大家可以有话题聊，哪怕是吐槽演员头套和滤镜厚度，也是真情实感。许多资深剧迷一边抱怨，一边追剧，嘴上嫌弃，心里还是默默蹲守首播抢票。大家不是没见过仙侠套路，但偏偏就是不死心。人妖大战、千年恩怨、仙女下凡、少年励志，这些听着像民间段子，但用起来就是收割收视率的定海神针。观众们的仙侠胃口早已被无数鸡汤和马赛克特效养得鲜嫩可口。至于剧里到底多少真情实感，多少流量算法，那还真的等播出以后再靠弹幕见证。最后冷静下来讲，逍遥到底能不能逍遥，能不能不走寻常路？流量、颜值、豪华特效和友情客串，全都在为观众磕头。这仙侠世界的风还没刮起来，剧本里的酒气和洗脑式宣传已经开始围城。如果真的能拍出荒诞感，把过去的仙侠套路都嘎成调侃段子，那倒不失为一场好戏。否则就当是打工人的精神鸦片，每晚追2集，早上醒来再吐一槽。毕竟人生本就不逍遥，能在吐槽里暂时逍遥也是本事。这部逍遥上线那天，我一定买瓶玉里泉，边喝边看边自嘲，顺便祝导演和编剧逍遥吧，我就不陪你修仙了。谭松韵的首个仙侠剧《逍遥》正式过审，意味着很快就播放了。这是一部原创型的电视剧，避免了书粉和剧粉的互相撕扯。
同时，从流出的剧照可以看出，完全没有套路一般仙侠剧的那种纯白的丧葬风。谭松韵的古装扮相本来就非常灵动，出演仙侠剧对她来说真的是驾轻就熟。逍遥中侯明昊饰演是红叶，力量与智慧并存的万妖之王，也是灵族灵君，因为爱人的背叛而陷入了沉睡。谭松韵一人分演2个角色，一个是人族宁安公主，一个是逍遥，拥有半灵半人血脉的人族少女。她意外闯入关押妖王的幽灵洞，将她唤醒了。人妖两族本是相安无事，却因为世间至宝玉李全的出现，让两族反目成仇。在婚礼上，公主宁安刺杀妖王红叶。100年过后，人族女子逍遥意外闯入了封印红叶元神的幽灵洞，误打误撞唤醒了这位灵君。然而因逍遥长相与自己的爱人宁安很像，便把她囚在万妖谷。红叶为了提升灵修，千方百计寻找玉李全。偶然间，他们意外发现逍遥的半灵血能够找到上古神物昆仑镜散落世间的各个碎片，而昆仑镜的恢复正是打开仙山找到玉李全的关键。在寻找碎片的过程中，彼此互相扶持，并产生爱意。谭松韵一人双重身份，妆造柔和尊贵与俏皮感。从目前曝光的剧照来看，谭松韵的造型真的又鲜又甜，真的是少女感爆棚。这一套粉色纱裙，恬静如蜜糖，浑身散发着粉红色的少女泡泡，真的美到挪不开眼。她甜美的笑容与精致的五官相得益彰，精美的发饰更是恰到好处的点缀，整体造型既有仙气又不失甜美，让人眼前一亮。最让人眼前一亮就是这套明亮的黄色，配上高扎的马尾，变得灵动的淘气少女形象一下就立住，有一种魂穿《射雕英雄传》黄蓉年轻时的造型。感觉如果翻拍，谭松韵估计很适合这个角色。侯明昊饰演妖皇红叶，一面情深似海，一面阴狠腹黑。他的角色同样极具反差，既能以深色古装、额间妖纹展现邪魅霸气的王者之风，也能以蓝衣造型化身温润如玉的翩翩少年郎。妖皇这种角色，如果诠释得到，估计会火爆出圈。王鹤棣演东方青苍，这种霸道妖族的男友力很圈女粉的心。谭松韵与侯明昊都是口碑颇佳的青年演员，此次合作堪称强强联合，无疑为逍遥的质量增添了一份保障。宫锁沉香之后，赵丽颖再演反派。据悉，赵丽颖将在剧中客串反派角色，这是她继电影《宫锁沉香》后再次挑战反派角色。其强大的气场和精湛的眼神戏，无疑将为剧情增添巨大看点和张力。与谭松韵的对手戏令人无比期待。这一副看似人畜无害的表情之下，暗藏着种种的算计和杀心。不得不说，赵丽颖果然是有演技在身，已经很期待她的演出。赵丽颖演反派，你会舍得恨她吗？我们坚持新闻真实性、客观性，同时倡导正向价值观。如有内容调整需求，请提供依据以便妥善处理。